大家好，我是阿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哎，你不是要甩头发？要一起甩啊！那1、2、3，好烦。好，这集主题是什么？这集的主题是我们相遇跟相爱的过程。好，我们要来说说我们怎么认识的。先来说我们怎么认识好了。一开始会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讲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公开一下比较好，为了造福广大的女同志们。好，我们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。应该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会想说，真的假的？交友软体也可以？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这件事情是真的。但是哪一个城市我们就不方便说了。对，你先说一下，你当初怎么会想用交友软体？我当初会用交友软体的原因是因为，就有时候在感情上会遇到问题。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直男跟直女，所以有时候会没有办法跟他们讨论说，就是女同志之间在感情上的一些问题，他们会不理解。然后我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同志朋友，大概10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。我就想要去认识，就是再多一点跟我同样的人，然后就是不同想法，就想办法混进那个圈子。对啊，而且我想说，如果真的以后怎么样，就是找不到另一半了，我就孤老终生嘞。我早点混进去，说不定还可以遇到你知道像那个。好，那我再来说说看我的。我当初用交友软体是因为我大概也是跟他有点像，就是感情的时候遇到障碍，这样心里很烦躁不安，然后我觉得我会一直想很多，所以我是巨蟹座，很容易想很多，所以我想要玩一下交友软体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想要找另外一半，我只是想要就是分心一下去做别的事情，然后可以聊聊天这样子，然后那时候就玩的时候就随便滑几下，就刚好滑到他了。后来那个时候我看到他，我先说一下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因为我想要就是找姐姐，我想要找成熟一点的，然后他比我小，我26岁，他23岁，他比我小一点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，我跟同龄人相处，我都已经觉得我太老成了，或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很难，很多东西很难聊得仔细。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，他那时候他现在23岁，但他那时候才22岁。我想22岁这个呢，不行。可是因为我觉得他看的照片是，他看上面照片好看的，然后我觉得照片是好看，但是我觉得本人不一定好看，你们也知道的。然后但看一看，觉得都是出去玩的照片。我本来差点要把它划掉了，但是我把它拉回来，想说反正我只是来交朋友的，我再看一下上面介绍好了。但是你那介绍一看更想划掉，因为他介绍就是写喝酒、经常，然后就22岁，然后身高160，比我矮很多。然后他的兴趣是他兴趣是要写超烂，我就一直在问他这个为什么兴趣是要写这么烂，他写聊天、交友、打游戏，然后看起来就超烂。重点就是那时候看那个既定印象，你会想她就是一个公主，然后很难照顾，然后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年纪又这么小，然后都是自然的照片。对，你们会觉得就是你们去想他也会觉得看起来很。要不要跟这个人聊天，对不对？但后来我想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把它划 OK 啦。然后反正我划了 OK 以后，就当朋友聊天。那你呢？你说看你的哦。而且我那时候跟他说，我差点要把它划掉，说他我们都说幸好我给了他一个机会。真的是幸好你给了我一个机会，不然我们真的现在可能都不知道几百年后或几辈子才遇到。真的，我是完全没有共同朋友的认识的。对，我们生活圈是完全不一样。但是他后来让我改观蛮多的啦。那你说看你当初看到我的时候的想法。我当初看到你的想法，一开始当然就是觉得你很漂亮，你的菜，对我的菜，因为我喜欢姐姐，所以我血样，不是一脸血样，不是御姐控的样。然后，但是我又不喜欢那种就是。只有很漂亮，就是看起来又太弱的，就你那时候照片看起来有点帅帅，然后又就是又漂亮，就是帅帅，然后又漂亮的那种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这是我的菜，然后我就立马滑了爱心，可是立马滑，对我立马滑，然后大概没几天吧，然后就看到他确认这样子，你那时候很开心吗？蛮开心的，我那时候就开心，想说哇塞，这个姐姐
根本我不菜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有在那上面聊了很多女生，然后也都是姐姐，可是我觉得都不是我的菜，聊不下去。我觉得反正那时候聊天的时候，我在那边聊了超过10句的人只有2个，然后一个就是完全就是当朋友，然后连 IG 都没加，然后像他就是唯一一个聊下去超过10句，然后又加了 IG 的人。你很烦啊，干嘛？霸王花哦，在那边耍骚，他就很烦，幼稚鬼。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聊天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没有想要去上面找另外一半，然后我的个性其实是有点怪怪的，就是我的个性有时候会跟我的外表有点不符合，所以其实会吓到人。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反正我只交朋友就随便乱聊聊，然后什么都聊，然后我们还聊就是聊工作，我们在交友软体上面聊工作，然后聊未来，聊投资。然后他那时候是他先跟我打招呼了，然后他先问我喜不喜欢动物，我说喜欢，然后他就传了他家的狗给我看，很可爱好不好？不公平，他拿这张照片是拿比较好看的，他平常不是长这么可爱，他平常就是他平常不是长这样，他平常就长这样，跟他主人长很像。他平常就是跑出来然后就是那样。狗真的就这样子，我们都觉得去跟宠物沟通师讲，他家狗应该就是点点点，对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脑袋什么么屁都没长。对，然后反正就是说好可爱哦，然后我们就这样聊到后来，我就觉得我想要专注在我的个人的工作上面跟其他事情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再用交友软体了，所以我大概才玩可能不到1个礼拜吧，然后我就真的蛮快的，不到1个礼拜，然后我就要把它删掉，但是我想要删掉之前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要不玩这个交友软体了。然后你那时候很紧张吗？我那时候超紧张，因为不玩交友软体就代表他如果我们没有互相留联络资讯的话，就代表我这辈子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再遇到这个人。因为我没有留 IG 在上面。对，他那时候没有留 IG，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你传那句的时候，我就有点紧张。然后我记得我有问你说为什么你要删掉，对，然后你就跟我解释，然后你解释完之后才跟我说，就是不然你要不要加我 IG？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，幸好有 IG， 对，但他有留 IG 在他的那个交友软体上，但他本来其实所以我就去偷看过，但是你知道他 IG 我看完以后就更不想把他当交往对象来认识了，就是一些。对啊，但是他本人不是这样，应该也超13岁。好，重点不是年纪，重点是你的脑袋在想什么。好啦，我现在很爱你，好不好？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在 IG 上面聊，然后其实本来他还留现实动态回我，然后我还不怎么回他。对，没有，我一加他 IG 的时候，因为我就想说这个人的 IG 很眼熟，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可能有看过。你好像有说你看过。对，然后我就一加他之后，我就密他说，我觉得你 IG 有点眼熟，我之前好像有看过，不理我。我有不理你吗？你不理我，你就不理我。我那时候应该是心情不太好，不然我不会去玩交友软体。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删交友软体，我可能是心情也还没有多好的时候。我是密你 IG 小盒子。对，我知道。我说我可能是我只要心情不好，就会不太回讯息，而且我 IG 有点多讯息。然后反正就是他不理我，然后就过了1天还2天吧，我就看到他现在动态 po， 就是他去海边吃海鲜，然后他就说海边海鲜很贵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真的好贵，我就说你自己去钓应该会比较快，然后你就有回我，然后我有回你你回说你跟我爸讲的一模一样话，因为你上次跟你爸去吗？我好像呛你吧，他就说你讲的话跟我爸讲一模一样，但我真的是没有在给你任何面子谢谢你倒贴我，谢谢你。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开始聊，然后重点是我后来问他，跟他聊天会聊比较深入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试试看直播来玩玩看，然后他有在做直播，然后我就跑去问他，然后就问他很工作很 detail 的事情，还问他1个月赚多少，我就说你可以方便问吗？他就说方便啊，我就想这么好然后我们就聊下去，然后结果后来去直播，所以他就跑过来看我，就他说你那时候他说他看完我直播以后他更喜欢我了，因为看完你直播之后有一种就是因为你外表就酷酷的，然后就冷艳的，对，然后不用现在打我嘞，然后可是你直播就很疯狂直播就是唱跳然后开始对，就是感觉就真的来个蹦蹦蹦来个蹦，就感觉就是
真的很私下，你生活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反差的感觉，因为反差辣。对，我不希望我就是真的交往一个，然后就真的每天冷艳，然后就在那边每天坐在沙发上在看我。你在看久了也觉得很无聊。他会觉得我应该会觉得说你每天脸那么臭干嘛？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你很白痴。哦，所以你喜欢我是我很白痴。没有，还有你很可爱。谢谢。还有我对你很好吧？对我很好。然后反正 anyway 就是我们会互看直播，然后那时候也会去看她直播，然后觉得这个女生声音很好听，然后觉得怎么跟她 IG 上面的形象差蛮多的。你看我直播的时候觉得我声音是好听的？你声音很好听啊，然后你看起来温温柔柔的，然后好像蛮贴心的，就对观众们蛮贴心的。我就去看你 IG 就觉得怎么跟 IG 差很多，然后我那时候好像还有稍微跟你讲过这件事情，但我忘记具体内容是什么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私讯开始聊，因为我看他直播，他对我兴趣，我们就看完直播以后互相对彼此有兴趣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在 IG 上聊天，然后打字的话，我们都真的从早到晚都在聊天，然后一早起来一起床就是早安，然后开始聊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现在先去忙，可能会回比较慢，然后就跟他说没关系，反正我也去做自己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就是只要都在聊，对，只要你密我就会很快回你，因为我等不及要跟我讲话。对，对，反正我们也没有在包装，也没有在玩那个什么。那个叫什么欲擒故纵？对，我们就是两个就是一直很爱回对方，然后晚上就说晚安，然后后来就打字打到太多字，我们就直接开始语音，然后殊不知这个女人在语音的时候就开始撩我了，然后反正我们后来反正语音后来也不够用了，我们就开始加 LINE 了，然后他那时候加我 LINE 的时候，他好像还很开心，我超开心的，因为应该是说我一开始先问你说你要删掉这个软体的话，那要不要我们加 LINE？然后你就说你的 LINE 都是工作，所以可能不方便，就是讯息会很难看到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想说，借口我被打枪了吗？我就说我被发卡了。我就想说那算了没关系，那至少有 IG， 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慢慢来，这样子。你还是来到了，恭喜你。然后反正我们就开始加微信，不加微信，加 LINE 开始。我们后来就加 LINE 开始聊，然后就开始讲电话，然后讲电话从1-2个小时起跳。我们有一次最高纪录是讲了4个多小时吧。从晚上我们就已经整天在聊天跟语音，然后再讲电话，再讲4个小时，讲到早上5点。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都可以不睡觉，因为我那时候讲到5-6点。我是早睡的人。每天呢，几乎每天。对，反正我们现在聊了大概3个礼拜，才3个多礼拜才出来，因为他死不出来。他就一直问我说，就是要不要出来啊，怎么的。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没有，因为你是我喜欢的型，所以我会有点害羞，很紧张。对，因为如果语言啊，或是语音这种撩人的，就是你不紧张，我不紧张，你驾轻就熟。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紧张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本人。你刚为什么要那么紧张？我怕我讲错话，我怕我等下被杀掉。所以那时候他一直就是说可以约出来啊，然后你那时候什么喝个酒之类的，因为他爱喝酒啊。对，因为我爱喝酒，经常。对，所以他就说可以出来一起喝酒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有点。他一直推脱，他一下说要来，一下不来，我想说到底要怎样？因为我就紧张嘛，你那小女孩会害羞。其实我也很紧张，但是我想要赶快约他出来，是因为我想知道他本人到底跟 IG 差多少，因为他 IG 看起来就很媲美，我就想看他本人是不是就是好一些。我就觉得没有好奇心，因为对我很好奇，因为如果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可是他又是然后见到面就觉得我就觉得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。就是不要到时候聊天聊得很开心，就最后相处很不愉快，然后还到时候还要就是你知道谁当坏人还很难讲。对，反正但之后我们还是见面了，我们就约一个我朋友开市政府的同志酒吧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约会。重点就是我想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结果他从头到尾都不抬头看我。我很害羞，他就我一看到他的时候，然后我远远的就看到他。没有，他先拿手机拍我，然后我那时候传给你吗？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怎么会有人在拍我？
哦，然后转过去看到是你，然后就觉得，干，你是不是应该很习惯有人偷拍你的？嗯，应该很习惯有人偷拍你的。是还好哦，然后想说，天哪，好紧张哦，然后我就一直这样。对，他要低着头，然后刘海超大片，我根本看不到这个人是谁。因为我刘海很长，然后我就一直低头，然后这样走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话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这样。哦，因为我高他10公分这样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，我们去酒吧玩。可是你知道，两杯酒下肚以后，加上因为是我们朋友开的酒吧，他们就给我们 shot，然后他后来就开始这样子。对，他就开始倒好像是没有那么多啦，他那时候就轻轻靠在我身上。我那时候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两个大概有这样的距离，我们是坐旁边。对，我喝多了，然后我就这样，他轻轻靠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你再靠一次，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弄，我就然后我就这样拍拍他的头，然后不知道，我说你喝醉了吗？然后我还做得很震惊这样子，对他做得很震惊。你那时候紧张吗？也不会到紧张，因为也喝开了，可能就开心，可是不会到紧张。所以我靠上去的时候是开心，对，是开心的。对，然后反正就后来就喝完酒以后，两个人很开心。他本来要回家，然后他就陪我走到我家，然后就被我带上来了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就很晚了，我原本想说就是送他回家之后，我自己搭计程车回去。然后那时候你就说你家住太远了。对，他说我家住太远，还是今天晚上住我家这样子。住我家，住他家。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干嘛。然后他就说，不然还是你要上来参观看看。因为他很喜欢画画，我家有很多画，之类的。然后我之前也就是好像有说过你家感觉很漂亮。对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好啦，那我就上去好了，因为我也就真的喝多了，明明就很开心。对啦，我很开心。然后就顺其自然的就上来了。对，然后就没干嘛，这样子你们知道了没干嘛？我们没有那个心思没干嘛。然后反正后来但我们说还没在一起，我们就想说多相处一下再在一起。然后我还带他去9份爬山，然后我还穿一个全身运动服的套装去跟他约会。第一次约会哦，大约会吧？我们不算第一次约会吧？大约会啦，就是有过夜这样子的第一次，然后给我穿全身运动套装来，我就想说轻便一点啊，还可以露个身材啊。然后反正后来是蛮美的啦，是蛮美的。反正后来就发现我们其实生活上都很 match， 就是生活上都很 match， 然后我们都会聊对方的心里在想什么，然后很认真聆听对方，然后再一起讨论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对方我们彼此是在相知相惜的，然后他也是老灵魂，不会觉得他很小，然后我又有点幼稚，这样子。他真的蛮幼稚的，然后他也被我搞得很幼稚，我们就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最后就变成是我们很像是生活的好朋友，然后感情的好朋友，然后讨论未来、讨论工作的好朋友，所以就变成是觉得不能没有对方，于是他就挑了一个黄道吉日，我们还去看农民历，然后就想说，不然就选这一天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还真的就前面一直说我们还没在一起，哦，这明明这已经跟在一起差不多了，就是跟在一起差不多，然后硬要等到那一天，然后才跟对方告白这样子。哦，因为其实我们是从在一起，我们从见面那一天以后，我们每一天都见面，然后直到我们正式在一起，也隔了一阵子了。但是就那一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说你要写卡片跟我告白。反正就是他那天来跟我告白，然后他就做了一张他自己亲手做的卡片，还剪爱心小卡片，然后但他字只写3行。因为我就不太会写太多字。对，然后我就很开心。可是重点是我其实我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是我还一直忍，因为我很想告诉他我要给他礼物，可是我就想要给他惊喜，所以反正后来我就跟他说。因为我家楼是楼中楼，所以我就说还是你想要来我家楼上看看。然后我那时候看完卡片，他就看到我在我的2楼的墙上贴了很多，就是那种大大的纸，然后上面写他的本名，我就写贝拉，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？然后这样写大大的几个，然后看到他就说很开心。然后反正重点是，他就先开心一次，可是我这个人就喜欢一次。开心一次以后，他再开心第2次，所以我就叫他去翻一下我的枕头，就枕头翻出来就翻出来一张我画的卡片给他。我打开来，我想说这么多，然后我就是想，完蛋了，才写3行对，反正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过程。
就这样啦。对啊，然后希望大家下次可以再来看我们其他影片，然后也祝福大家可以遇到自己心爱的人。那就这样咯，跟大家说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